这一周过太快了啊，又到周末了，欢迎各位同学，这里是幼师蝙蝠，咱们今天聊道具，继续讲蝙蝠腰带，这次我们讲现代造型的。这大蓝包装元素非常直给， JRA 奖杯是这一时期推出的一个道具系列，衍生了不少超英漫画相关的道具，图上这些有感兴趣的咱可以都聊聊。出品厂商 DCD， 出品时间2010年，这一腰带的形象应该就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这一形象的蝙蝠腰带是作为伴随蝙蝠侠时间最久功能装备焕发的第二春，而蝙蝠腰带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都保持着明亮的黄色和卡通感，直到弗兰克·米勒和他的黑暗骑士归来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米勒尝试用更写实且更实用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这件装备，于是出现了黑暗骑士归来这种类似军用武装带、一腰带挎包的形象。后来米勒编剧的蝙蝠侠元年里也采用了这一形象，这两部带有着对现代蝙蝠侠有奠基意义的作品，也迅速让这一装备火遍了90年代，并直接影响了新千年之后的蝙蝠侠创作。到今天，常规漫画中出现的蝙蝠腰带，米勒派的依然不少见。咱们今天聊的这一版，应该讲它是现代造型的腰带，它并不完全是弗兰克·米勒的黑暗骑士归来或是第一年的形象。米勒版的腰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对于蝙蝠侠的辨识度比较弱，经典腰带对于蝙蝠侠特征的诠释比较突出，这个点就在腰带扣上。所以今天咱们讲的现代版蝙蝠腰带，应该讲是米勒派和经典派的融合，融入了米勒的大挎包和经典元素的蝙蝠腰带扣。这次 DCD 的蝙蝠腰带，它依然是展品定位，自带展架嘛，这展架金属的，带有镂空的刻画，表面有一层磨砂的手感。虽然同样是展品定位，不过它的展示效果相比之前的经典腰带要更轻松一点。之前那个底下大底座还得扣上亚克力罩子，那基本上就是博物馆展品的感觉。今天的这个展架，它其实是在模仿漫画里蝙蝠侠衣裳架的效果，回到蝙蝠洞或者韦恩庄园的蝙蝠侠，把腰带解下来挂在这个腰带架上，而且这是这次展架的主要属性，它是配备了这种大粗螺丝去支持你做这个挂壁效果。但是我暂时还没考虑好摆哪儿，挂壁属性咱就不展示了。展架契合漫画的设计思路倒是没问题，不过它考虑的不够全面，几乎是没有考虑到非挂壁需求的玩家。它这展架吧，只有这侧有支撑，那侧没有，就需要你再支这么一个小架子。如果不支架的话，这个展架没有办法形成平面的展示效果。腰带本身的刻画，它是没有像之前咱们讲到的经典腰带一样，倾向把漫画道具做写实化处理，这个相比之下就没有更刻意的刻画。毕竟这一形象的腰带，它本身已经具备了一定写实气质，但是皮料颜色的选择能够看出来，它没有沿用漫画里更常见的亮黄色，而是用了个棕黄色，不让它太跳脱，显得廉价嘛。腰带框架、皮革材料的选择上，比一般生活中常见的腰带还得厚实，还是嘛，让这个本来不存在于现实中的作品让它更可信。以蝙蝠侠的这个运动强度，腰带就是得结实点。为这个材料腰带做点缀的，那无疑是这上的金属元素。最突出的就是这亮晶晶的皮带扣，顶上刻画了蝙蝠侠的标志，并且制作了对应的电镀处理，并且上了一个淡金色。因为这一版腰带的金属味没那么多，它由这一块金属衬托了整个腰带 50% 的重量。这顶上保护膜我没撕，实在是腰带太亮了，像镜子一样。我这把膜撕了就完全没遮挡了，我这个老脸也不太适合出镜。另一个小亮点也突出腰带主题的，就是每个挎包上也制作了一个带有蝙蝠 logo 的扣子，看着挺精致。这个背包的颜色、造型，加上顶上这种用缝线制作出的线条，再配上这扣子，有一种真实的卡通感。这个包它是肉眼可见的，能让你感觉到它的实用性的，每个都很大。这里头要是装个蝙蝠标、装个凝胶炸药之类的，相比之下就更让人信服。你看起来确实比较有容量，每个挎包它都做了预填充，让它都统一方方的、鼓鼓的。但是填充用的并不是道具啊，只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填充棉。每个挎包顶上打开都有一个授权信息，独做他妈 DC。这类展品定位的产品，它本身就没有什么可玩性的考量。我估计真到手，像我这么连撕的带摆上给大家讲的都少。这挎包里头没放蝙蝠道具，它也可以理解。再说这类的道具产品，它都不便宜，你就干一个腰带就小好几百美金，这要安个包给你装满了东西，那卖多少钱我都不敢想。产品是2010年发售的嘛，到今天也14、15年了，那自然而然的还是有岁月问题，还是有点剥落的皮之类的。
这次的料子其实还真不错，没有风化之类的问题，更多的反倒是它这包装包的不够好，这腰带外皮跟那老塑料泡沫摩擦磨成这样的。还是那句话，像这类东西，岁月痕迹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基本上不可避免，也就不必在意。没有配件，有个证书。DCD 这一时期最常规的配置，都老印刷体就编号手写的，没啥讲头，看一眼得了。DCD 的现代形象蝙蝠腰带，讲这个产品的原因也很简单，那主要还是带大家了解蝙蝠腰带的发展史，以及蝙蝠腰带历史上最重要的3个形象。你像经典版的和89电影版的我们已经讲完了，所以咱高低得讲个这个。道具本身的完成度也不低，这种写实元素和漫画元素的碰撞，表现的效果也算协调。可能比较遗憾的是，这次的展架它的形象和展现空间都比较限定，没有让产品有更厚重的展示效果。不过因为是 DC 官方出的嘛，它本身就带有了一定官方解构道具的性质，所以依然能称得上是最重要的蝙蝠腰带产品。之后的时间咱也简单的解答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讲了几期这个道具产品之后，有同学提问我，这个道具类产品应该从哪儿开始买，或者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去玩一下这类的产品。虽然说我们把一个一个的评测节目聊成是课，不过玩具本身更多的具备是娱乐属性，没必要像上课似的一级一级的上下去。道具类产品本身它确实具备一些门槛，尤其是高端的，最大门槛就是贵嘛，你得多花钱嘛。那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呢，就是对一部分人来讲，这种展品它不具备互动性，就是不知道咋玩，所以我会讲这类产品更适合你水到渠成的进阶的玩下去。就只以我个人为例啊，你可能玩可动人形，大比例也好，小比例也好，你玩上10年，总有腻的时候，你会渴望一些更好的呈现，更好的动势，更好的神态等等等等。为此呢，会开始玩一些雕像，再从大雕像、小雕像。你对这类产品又厌倦的时候，你就可能想要了解电影道具它的艺术价值，可能是仿制品，甚至更进阶一点的是原品，想要放弃一些摆件或是玩具的属性。当然了，以上3种状态也可能是并存的，从1到1+2到1+2+3，也有的同学可能在第一个10年他就已经放弃了。可动人形玩够了，我对其他2个也没有产生兴趣，那我可能就会离开这个受众圈子，去前往其他的爱好，继续我的生活，这也毫不奇怪。所以大部分人呢，你只需要遵从你内心的玩下去，或是放弃就足够了。玩玩具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人逼你，也不要逼自己，仰视着某一题材、某一品牌或者某一产品，并尝试去附庸风雅，最没意思。好了，那我的观点阐述至此，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